这旁边好像是一个印度式的婚礼啊，感觉是。首先想做一个说明啊，我这个系列叫怎么来大马，其实是想来反思自己过去的所有的经历，然后呢做出到大马来的决定，以及沿着这一条路往后去走，我们会在大马经历什么。每次5分钟，我呢也会尽量少的剪辑，呈现最佳真实的面貌。在考虑大马之前，必须要讲清楚的一个概念，就是旅行对我们意味着什么，就能够了解我们为何想要做一个长期的移居，并且生活在大马。它有客观和主观的因素。客观因素呢，主要是被原先的工作也好、生活也好、学习也好，实在是被捆得太忙了，心态上、身体上都已经崩了。我记得我在工作的时候，有一阵子，我是做 HR 嘛，所以我要去找到一个团队的人，1个月的时间就找到了20几个人。但这一个是连续4个月、5个月非常累，基本上都是每天要干到凌晨1、2点钟才会睡，就是如此往复，就好像你是个普罗米修斯一样的，在享受一种没有结束的痛苦，就非常难受。那这是个客观因素，因为你实在是需要切断，重新让自己得到一个修养吧，身心的修养。主观因素是什么？主观因素是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？就你工作、生活、学习到了一定的程度，不论忙还是不忙，你会感到一种深刻的无聊。我就想到一句话，是这个，德国的叔本华曾经说，他说人生就像一团欲火，这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呢，就感到无聊；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呢，就感到痛苦。就它像钟摆一样的在两头之间飘荡。因此，我觉得叔本华一定是有抑郁症的。但是你有没有这种无聊感、痛苦感？就好像在两头之间怎么都找不到一条出路。如果有的话呢，那就必须要去做一个旅行了。我觉得旅行是一种什么概念啊？我对旅行的思考是，它是一个重启。我的这个号的英文名字叫 Reborn in Malaysia 嘛，我多次会去讲到这个事情。那旅行就是你的一个重启，就像你的电脑已经带不动了，蓝屏了，鼠标怎么动它都没反应了，你就只有很痛苦的长时间的按着那个 Power 键，听到叮的一下连风扇都不转的时候，好，那你这个系统就可以重新的再开始了。看啊，前面是一片大海，对不对啊？我觉得旅行的时候呢，就好像你是站到了海的对岸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重新来观看、来冥想自己的生活。我们可以一起来碰撞一下啊，看看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。当你在此岸，在刚才大海的这一岸，如果是你现在的生活的话，你有没有这种感受？就好像你身上是被插满了这个什么插头的，这些插头的一头是你身上就像一个插线板一样，全部插满。而另一头是什么呢？另一头是你的朋友，是你的同事，是你的家人，是你的孩子，是你的老板，是一切需要你的人。他们在那插头的那一边，让这个信号传输过来，对你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。然后呢，你就忙于应付。那旅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？旅行的时候就你在海的另一岸了啊！如果你愿意呢，你还是可以看到现在的生活是什么状态的。但是你完全可以把这些插头全部拔了，一个都不剩，也没有关系。这时候就有一种非常抽离的感受。这又让我想到那个恩格斯曾经说，他说宗教的神性是什么？神性就是抽掉了人和大自然，你站在彼岸再去观看人类，它是没有实质内容的，但你看到的是人的自己。所以你看，旅行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一种神性的体现？我想我们选择来移居，不就是一个重启吗？对吧？我的号就叫 Reborn in Malaysia 所以当你感到各种各样的烦恼已经让你不胜其扰，你都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，那重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移居就是一个长时间的重启，你重新与周边的生活建立链接。如果你有这个心态的话，生活在哪里就是你的马来西亚。不是说马来西亚没有问题，不是说你唯一生活在马来西亚才能感受到这些好，而是他给我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拔掉插头，重新建立连接。我们这回旅行呢，为了让大家更加开心定了9个字的方针，一共3条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条叫要开心，
这是所有人的目标。既然出来玩，就应该最大程度的享受开心。如果有一些事情阻碍到我们感受到开心这么简单的事情的话，那它就不符合我们的目标，因此就不应该去做。第2条呢，是对自己向外发出信息时候的要求，叫不怼人。这是跟中国北方的话了啊。那他的意思呢，就是你说话的时候啊，不要去挑战别人，不要让别人感到不舒服啊，不要去怀疑别人的这个动机呀、正当性啊，说话 nice 一点，叫不怼人。那第3条呢，是当你接收到信息之后，对自己的要求叫不生气。因为别人即便让你感到不舒服了，但生不生气的选择还在自己，要放下自己的傲娇情绪，自我。你如果不生气，那就好。后面2条都是服务第1条，所以叫要开心，不怼人，不生气。希望我们可以享受一个很好的旅程。4年前第1次到槟城的时候，去的基本上就是在 Georgetown， 那时间太短了，我们以为那就是槟城，但我们已经很喜欢这样的槟城了。和明天呢，再尝试去找一找当年给我们留下非常好的印象，我们还互相加了微信的老板，叫和平川茶室，这个老板几乎每天去吃早餐，去找找他。好，今天说到这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